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年前宣布，国委员兼外长王毅将于1月4日至7日应邀访问厄立特里亚、肯尼亚、科摩罗3国，之后将应邀访问马尔代夫、斯里兰卡2国。王毅此次访菲也意味着中国外长连续第32年新春首访目的地选在非洲。赵立坚在回应深圳卫视记者提问时指出，这体现了中方对中非传统友谊和中非关系发展的高度重视。1月4日是2022年新年的第一个工作日，王毅将于这一天启程访问非洲，其重视程度不言而喻。为何中国外长每年首访都选择非洲？在周四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赵立坚在回应深圳卫视记者提问时表示，自1991年以来，中国外长每年首访都选择非洲，以此开启全年的对外交往，这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坚持了31年，风雨无阻。此次访问非洲3国，是中国外长32年来坚持每年首访非洲这一优良传统的延续，体现了中方对中非传统友谊和中非关系发展的高度重视。深圳卫视记者梳理近5年王毅的新年首访发现，出访国都各具特色，体现了中国外交始终坚持的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原则，也反映出中国对非洲国家的全方位合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今年王毅非洲行的首站，厄立特里亚5年内2度出现。厄立特里亚位于非洲东北部，是鄂红海进出印度洋的门户，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深圳卫视记者注意到，近1个多月来，中鄂2国互动较为频繁。去年11月24日，中鄂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短短6天后，王毅在达喀尔出席中非合作论坛第8届部长级会议期间，又会见了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王毅此行的另外2站肯尼亚和岛国科摩罗，都是非洲具有高潜力的国家，并与中国合作密切。科摩罗这个国家呢，虽然面积非常的小，但是呢，跟中国的合作呢，在众多的领域，在卫生领域啊，在农业领域啊等等很多呢，都合作的非常的深入。中国的外交一个重要的传统就是不分国家的大小强弱我们是一视同仁，秉持着真实亲诚的这样的理念，秉持着对非洲国家平等互利的这样的外交的精神。那么跟科摩罗的合作就是这种外交理念的一个非常典型性的一个代表。一直以来，非洲对国际事务都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力。非洲有54个国家，占联合国会员国总数的1/4。根据国际知名智库统计，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全球发展最快的10个经济体中有6个在非洲。去年1月1日，非洲大陆自贸区正式实施，激发了拥有13亿人口、经济总量达3.4万亿美元的市场潜力，给非洲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世界卫生组织、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现在都是非洲人担纲，非洲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和发言权越来越大。然而，随着中美战略博弈加剧，美国一直试图将新一轮的大国竞争引入非洲，通过民主峰会和民主更新总统倡议，试图拉拢非洲国家建立价值观联盟，对中国施压，并通过重建更美好世界，在非洲支持基础设施项目，来以此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去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举办前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首次访问非洲时还提出，美国将非洲视为地缘政治的参与者。直到现在为止，非洲还是战乱不断，恐怖主义包括海盗的活动非常的猖獗，很多的国家长期的战乱。那么非洲国家经常评论的就是非洲这个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西方国家介入的越深，那么非洲问题越难解决那么反观中国跟非洲的合作有言必行有行必果的我们对非洲的庄正的承诺都是能够兑现的。不过，面对大国竞争和新冠疫情，中非合作仍逆势上扬。去年11月，非洲知名民调机构非洲晴雨表发布报告显示，中国在非洲影响力排名第一，63%受访者认为中国对本国的政治经济影响积极，66%受访者认为中国在非洲的政治经济影
影响是正面的。去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第8届部长级会议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上首次提出中非友好合作精神，阐述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的4点主张，宣布对非合作9项工程，在中非关系史上竖起新的里程碑。此外，会议还通过了达喀尔宣言、达喀尔行动计划2022至2024年、中非合作2035年愿景、中非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宣言4份成果文件，达成多项共识。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在1个多月后再次访非，旨在推动落实论坛第8届部长会议成果，同非方深入对接务实合作新举措，支持非洲国家早日战胜疫情和实现经济复苏，展现中方高效务实、重信守诺的一贯作风。在延续中非传统合作的同时，中国以非洲国家最紧迫的发展需求为着眼点，推动中非合作向卫生健康、改善民生、绿色发展、数字经济、能力建设等领域转型升级。中国重视国际合作，认为非洲是国际合作大舞台，不是大国博弈竞技场。因此，中国发起了全球发展倡议和支持非洲发展伙伴倡议，旨在争取包括美欧等非洲传统合作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支持，为非洲疫后重建和发展汇聚更强合力。分析指出，中非友好合作，中方始终坚守不干预非洲国家探索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不干涉非洲内政，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不在对非援助中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在对非投资融资中谋取政治私利的5不原则，摒弃了政治结盟、军事同盟的老套路，超越了零和博弈丛林法则的老观念，拒绝了意识形态划线的老思维，开创了对非友好合作的新局面，树立了国际合作的新典范。对于未来的中非关系，王毅周4在接受央媒联合采访时指出，将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坚持守望相助，共建免疫屏障；二是坚持互利互惠，共造发展引擎；三是坚持真实亲诚，共筑友好桥梁。中国这个对非洲的这种重视啊，也体现了这个中国在无论是在疫情还是在疫情这个后疫情时代，那么重启这个全球的经济合作、全球秩序的重建。那么中国就是向全世界，尤其是向发展中国家、向“一带一路”国家展示了中国坚定的信念，展示了中国的立场和态度。今年是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50周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元旦当天强调，考虑到中日经济联系，必须稳定中日关系。但同时，他又大谈涉华负面议题。实际上，这正反映出中日关系的现状。一方面，日本对华经济依赖度大增，而同时又追随美国对华抗衡，这无疑会让日本民众和企业感到担忧。2022年是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50周年。对此，在1月1号日本放送电台播出的谈话节目上，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声称，本来是应该用庆祝的心态去迎接，但就现状而言，抱有紧张感。2022年将是考验日本外交韧性的一年。岸田谈及中日两国之间存在的多个分歧，包括钓鱼岛问题、涉疆涉港所谓人权问题，声称将认真地去就这些议题提问。另一方面，岸田还称，考虑到经济层面的联系，必须稳定日中两国的关系，必须关注中国今后的行动以及北京冬奥会之后的情况。日本时事通讯社的评论称，岸田表态对华积极部分，代表他希望努力规避中日关系恶化，在对华关系上，日本将软硬兼施地去应对。值得注意的是，岸田去年10月就任日本首相后，曾多次在国际社会上谈及涉华负面议题。对此，中国外交部曾作出回应，予以驳斥。中方指出，日方在发言中就所谓涉港涉疆问题对中国进行无理指责，中方坚决反对。涉疆问题根本不是什么人权问题，而是反恐怖、去极端化和反分裂问题。中国政府依法打击暴恐活动，恰恰是对新疆各族人民人权的最好维护。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对上述岛屿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受这个国内的这个疫情冲击和恢复经济
提振日本国内经济的这种需要，那么日本不会放弃这个搭乘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这个便车。所以说呢，中日经贸关系应该是呈现出喜人的一面，但同时呢，日本会在这个人权问题、高科技和经济安保领域会对华实施一些这个我们说的脱钩的一面。所以说，2022年的中日关系将不会是一个很平坦的一年。岸田文雄强调稳定中日经贸关系，是因为这对于日本经济至关重要。2007年，中国超越美国，首次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并保持至今。受疫情影响，2020年日本进出口贸易大幅萎缩，主要贸易伙伴中，日本与美国、东盟和欧盟的贸易额跌幅都达到了2位数，但对华出口却逆势增长了2.7%，占日本出口贸易比重首次超过20%。中国成为支撑日本出口的重要市场。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21年前11个月，中日贸易总额3398亿美元，同比增长18.9%，全年有望再创历史新高。而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正式生效，中日经贸关系有望进一步强化，因为两国通过 RCEP 首次达成了双边关税减让安排，实现了历史性突破。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中日相互立即零关税比例将分别达到25%和57%，最终86%的日本出口至中国的产品将实现零关税，同时中国出口至日本的88%的产品将享受零关税待遇。日本社会各界对 RCEP 也十分期待。日本经济产业省的分析认为 ，RCEP 未来可能会将日本的 GDP 推升约2.7%。日本最大经济团体经团联近期一期汇报称，中国的内需持续扩大，个人消费规模将不断增加，因此对华出口商机还会增大。日本共同社的报道认为，由于关税下调，日本将成为成员国中的最大受益国，超过中国。不过，共同社的分析也担忧，随着美国对中国的打压，日本将会陷入中美博弈夹缝，导致日本经济前路艰难。一方面呢，日本会扩大这个中日的经贸合作，扩大合作领域，这是也是日本应对新冠疫情冲击下对经济造成的巨大冲击，那么来提振复苏本国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另一方面，对于美国高举高科技和人权大棒来打压中国的做法，日本也会加速跟进。根据日本民调显示，半数以上的受访者不希望日本在中美之间选边站，这表明将日本绑在美国战车上未必代表日本的主流民意。日本快消品牌优衣库及其母公司迅销集团一度因新疆棉花的使用问题陷入舆论漩涡中。优衣库创始人刘景正日前接受日经亚洲专访时表示，优衣库不会在中美之间不断升温的紧张关系中选边站，并直言美国的做法是逼迫一些企业效忠，而他不会玩这种游戏。他同时指出，在中美这两个全球大国关系紧张的背后，两国经济关系实际上非常良好，一直有着坚实的资本和贸易流动。虽然中日经贸关系起到了稳定中日整体关系的作用，但是日本参与美国为首的抗衡中国小团伙的行动并未停止。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计划下周访问澳大利亚，以讨论有关印太地区的防务和安全问题。访澳期间，岸田文雄和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预计将会正式签署互惠准入协定。该协定规定了日本自卫队和澳大利亚军队在对方国家停留时所处的法律地位。日澳签署该协定是为了便于两国部队相互访问，并强化双方安全保障合作。有日本政府官员向《金融时报》确认，岸田选择澳大利亚作为其上任后的首访国家，是因为日澳两国均为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国。那么在所有的这个外交问题都要以这个美日同盟为基轴的。那么岸田文雄最先访问的国家应该是美国，只是未能成行而已。那么在这其中呢，既然不能够访问同盟国，就要去寻找那么同盟国当中作为美国最大同盟国当中的这个最忠实的跟班是谁。
近来，日本少数政客扬言要和美国共同保卫台湾，这是偏离中日间4个政治文件、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倒行逆施。前首相安倍晋三还鼓吹台湾有事等同于日本有事，日美同盟有事，更是踩踏中日关系的红线，将日本右翼的反华调门升到近年来罕见的高度。上海市日本学会名誉会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吴继南日前撰文认为，日本保守政客如此肆无忌惮地搅局中日关系，是内外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就外部大环境而言，显然是美国政府为遏制中国崛起，推行非理性、无底线的恶华制华路线所产生的溢出效应。从内部因素来看，则是中日国力处于转环拐点时的战略博弈加剧，是两国结构性矛盾在新形势下的集中暴露。目前有利于改善中日关系的积极因素还处在蓄势待发阶段，中日关系在新的1年里仍将呈现低位徘徊、摩擦不断的局面，真正由寒转暖尚待时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周五发布消息，拜登政府承诺将支持国际空间站的运行延长6年至2030年。已经迈入退役计划的国际空间站，其实早就出现老化等各种问题。而随着中国空间站的启用，美国有舆论不断渲染美国的太空主宰地位正受到来自中国的挑战，令外界不免怀疑美国强行延长国际空间站的使用寿命背后的战略考虑。由美国、俄罗斯、欧洲太空署、日本和加拿大等组成的多国太空机构，当初商定的国际空间站投资期限只到2024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纳尔逊近日表示，美国继续参与国际空间站，将增强自身的创新和竞争力，并推进必要的研究和技术。尽管多国支持让空间站继续运行，但目前还不清楚该设施能否撑到那么久。毕竟始建于1998年的国际空间站此前已频繁出现老化、泄漏等故障。就在2021年的最后一天，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新闻局还发布公告称，2名在轨的俄罗斯宇航员发现了国际空间站星辰号服务舱的最后一处漏气点，并计划对其进行修补。国际空间站如果从战略角度去分析，是西方国家航天优势的重要体现。400多吨的庞然大物，而且是由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联合建造，是延寿，主要是让美国太空优势有一个符号。目前美国是在打补丁，尽管核心舱段已经出现了很多问题，无疑在进行一种暗中的所谓太空竞争。作为微重力实验室，国际空间站自建成以来，已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地4200多名研究人员，并支持了3000多项研究调查。近110个国家和地区人员参加了空间站上的活动，但中国并不在其列。201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限制中美航天合作的沃尔夫条款，该条款禁止中美两国之间任何与美国航天局有关或由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协调的联合科研活动。这意味着中国航天员永久被排除在国际空间站外。但随着中国空间站天宫的启用，舆论指出，如今看来这一幕可谓风水轮流转，戏剧性十足。此前中方表示愿意与其他国家就利用中国太空站事宜开展合作。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助理季启明去年6月曾表示，已有来自17个国家的9个项目从42项申请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空间站科学实验首批入选项目。中国还在与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办公室合作，确定其他项目，可能包括让其他国家的宇航员进入中国空间站工作。另据央视网消息，目前3名来自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宇航员正紧锣密鼓地学习中文，力求早日登上中国空间站。但近年来，美国将中国从方方面面推上了对手的位置，其中就包括了太空领域。美国政客多次警告说，他们的太空主宰地位正受到来自中国的挑战。美国政治网站甚至在去年末开门渲染，新的一年将成为美中两国太空竞争领域的转折点，因为这一年很可能定义太空时代的下一个篇章。中国无意与美国在任何领域展开竞争，很多国家，包括美国军事强国，都把盈利包括进行太空竞争作为发展航天技术的核心。但是中国人搞自己的航天系统，从哪一个系统获得重大利润，这并不是中国航天的选项。提高自己，服务大众，服务全球，这是中国航天的基本宗旨。西方的价值观根本不认同。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维持其太空霸权的行为远不止延期国际空间站一事。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公司发射的星链卫星，近期被曝在去年曾2次接近中国空间站，对中国空间站和航天员生命安全构成威胁。事实上，星链计划如今早已不再是单纯的互联网卫星星座，它与美国军方早已建立了紧密联系。2019年3月，美国空军向 SpaceX 公司售出价值2800万美元合同，要求其在3年时间内对星链开展军事服务演示验证。同年11月，美空军对星链进行了早期的低轨技术验证试验，其中包括卫星和美国空军战斗机的天线阵列进行直接互联的试验。种种行为均显示，美国正无视外空国际条约义务，以危险手段在太空跑马圈地。而星链卫星威胁的不仅仅是中国空间站的安全。目前已发射近2000颗卫星的星链项目，计划发射4.2万颗卫星，组成超级巨型星座。由于破坏了美丽星空和光学观测，干扰了射电天文学研究，还野蛮占用了宝贵的近地轨道资源，星链计划近年来备受争议。各国天文界、航天界业内专家纷纷指责。英国研究者还发现，自2019年5月星链卫星首次发射至今，航天器接近事件增长了1倍多，至少一半的航天器接近事件都与星链卫星有关。英国卫报称，目前 SpaceX 公司已经发射了1600多颗卫星，包括最近的一次在12月18号的发射，又发射了52颗卫星，使其成为各方呼吁加强太空监管的焦点。欧洲太空总署新任署长阿什巴赫就批评马斯克正在自行制定太空规则，并呼吁欧洲国家领导人别再协助马斯克主宰太空经济。面对外界指责 SpaceX 公司在太空占据太多空间，马斯克日前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辩称，太空非常大，而卫星非常小。现在的情况并不是我们在以任何方式有效地阻止他人，我们没有在太空中阻止任何人做任何事情，我们也不希望这样做。马斯克还打了个并不恰当的比喻，他将太空中卫星的数量与地球表面20亿辆汽车进行比较，称太空还有容纳数百亿颗卫星的空间，几千颗卫星算不了什么，就像地球上的几千辆汽车不算什么。但《金融时报》援引一位天体物理学家的说法进行了批驳。相比汽车，卫星需要较大的间隙才能安全避免碰撞。事实上，破坏了太空安全环境后，美国也不可能独善其身。美国科学家唐纳德 ·K· 凯斯勒曾经于1978年提出凯斯勒现象。该理论假设，当在近地轨道的运转物体达到一定密度时，这些物体碰撞后产生的碎片能造成更多新撞击，形成级联效应。近地轨道将被危险的太空垃圾覆盖。由于失去能够安全运行的轨道，在此后数百年内将无法实施太空探索和运用人造卫星。如果不限制美国星链公司，特别是其他公司在地球轨道上肆意的野蛮布设各类卫星，那么今后呢，在地球中低轨道上将会形成灾难性的这种卫星部署，无论是对空间站、对载人飞船、对航天器都会构成重大影响。所以今后立法去约束每个国家航天发射的数量、规模和速度，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同时呢，也要展开国际间的合作。你像大国之间在卫星发射、轨道占据，如果能够达成一定的协议，也可以避免类似的事件发生。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石红。石先生您好，您是如何来分析美国延长国际空间站运行的选择，有哪些战略意图呢？这已经是国际空间站第2次进行延寿了。第一次呢是2015年，当时的决定呢是将国际空间站的使用寿命从2020年延长到2024年。这次呢延寿6年，计划用到2030年。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为什么这次的延寿时间定为6年？显然呢是美国为了和中国的较劲，保持美国的太空领导地位。因为中国的天宫空间站的设计寿命呢为10年，大约是到2032年左右。美国呢这次将国际空间站呢延寿到2030年，基本接近中国空间站的设计寿命。这样呢就能避免在中国空间站运行期间，其他国家呢不会去和中国呢有更多的太空合作。如果不进行延寿，那么国际空间站到2024年呢寿命结束之后，太空中呢将只有呢中国空间站的存在，必然呢会有很多的国家转向呢去和中国进行深度的太空合作。
那么美国的太空领导地位将显著下降，这是美国呢无法接受的。基于此呢，美国才下决心对国际空间站进行第2次延寿。另外呢，国际空间站的这次延寿虽然是美国宣布，但背后呢明显是美国和俄罗斯呢达成了一致。国际空间站之所以有国际2字，在于呢它不是美国一家之物，而是呢以美国和俄罗斯为主，日本、加拿大、欧空局成员国等16个国家呢联合实施的太空项目。其最关键的舱段呢就是俄罗斯的星辰服务舱，更不用说国际空间站的宇航员进驻、补给等离不了俄罗斯的飞船。所以啊，这次国际空间站的延寿说明美俄呢虽然在政治上呢争吵激烈，但是在太空领域呢依然进行着深度合作。中国为什么需要建设属于自己的空间站呢？目前我们的天宫空间站对比国际空间站有哪些不同？中国建设属于自己的空间站呢，主要是在航天领域中国一直坚持呢以我为主，只有这样呢，才不会使中国航天发展因受到外部情况的变化而受挫。这是中国呢在数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得出的宝贵经验。事实证明呢，中国这么做是非常正确的，眼光十分远大。今天呢，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如果中国不是始终呢坚持在航天领域以我为主，那么在2011年，美国呢出台沃尔夫条款，禁止美国呢和中国进行任何官方层面的航天合作，那么中国的航天发展将会受到多么大的影响。2021年6月23号，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尼尔森在国会众议院听证会上呢宣称，支持呢沃尔夫条款的永久化，也就是呢永远不允许中国参与呢国际空间站的研究项目。大家现在呢就能够明白为什么中国一定要建设呢属于自己的空间站了吧？中国空间站呢和国际空间站最大的不同，我觉得呢就在于完全自主，不受制于任何人。国际空间站呢是多国合作项目，所以即便是美国也不能一家说了算，在很多事情上需要和其他国家呢进行协商，这样不但呢耗时费力，而且呢也大大影响了效率。而中国的天宫空间站呢就没有这些问题，自己呢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另外呢，中国的空间站呢是我国载人航天发展战略循序渐进的产物，适合我国的国情和现实的航天技术水平。天宫呢比国际空间站呢小得多，其完全组合体的总质量是60到180吨级，而国际空间站呢是400吨级的庞然大物，建得小一些呢就能够大大降低了研制风险和成本，但并不影响呢我们呢在载人航天的各项的任务需求，以及呢宇航员在太空中长期留驻，并且呢可以为今后呢发展更大的空间站积累经验。不好高骛远，不急不躁，一步一个脚印的扎实向前走，是中国航天技术水平这些年不断提升的重要秘诀。美国政治网站在2021年最后一天刊文说，新的一年将成为美中两国太空竞争领域的转折点，并有可能决定其中哪个国家占据上风。您对此如何解读？这篇文章呢，再次表明了美国在思想上的狭隘以及对中国的敌视。在美国的字典里，似乎从未有和中国进行太空合作的字眼，一直强调的就是竞争。美国的这种零和思维极大地阻碍了世界和平利用太空的发展潮流，让太空呢更加的不安全。原因很简单嘛，竞争的极致呢就是冲突。正因为美国呢一直强调竞争，于是呢他去设立太空军、太空司令部，助推太空军事化，让太空呢变得越来越不安全。中国呢在太空领域从来无意和美国呢进行竞争，而是呢在不断超越自我。网上呢有句话说得好，我们的目标呢是星辰大海，是为了更好的和平利用太空，为人类呢进一步了解呢浩瀚的宇宙空间呢进行服务。如果只是将眼光放在竞争上，担心其他国家赶超，那么这种狭小的气量和格局必然导致其心思不会集中在技术领域，而是呢对其他国家的航天发展呢进行打压，最终受害的是人类太空技术的发展。这种做法呢，中国一直坚决反对，自然也不屑去做。我认为呢，在太空领域呢，中国必然还是呢继续走自己的路，不会因外部的干扰而转移精力。中国也仍将呢致力于和其他国家呢
进行太空合作，共同致力呢和平利用太空。我相信呢，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做法呢必将赢得呢全世界的支持，而那种只强调竞争的做法，最终将被全世界呢所唾弃。好的，也谢谢石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香港警方在跨年夜发布一段短片，总结去年的工作成绩和展望新年。短片显示，随着香港国安法的落实，香港社会重回正轨，由乱转治的局势得到了巩固。而就在上周，香港警方以涉嫌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依法拘捕了包括6名立场新闻前高层在内的7人，其中2人已经提堂。香港警务处长萧泽颐周六出席公开活动时称，相关案件已进入司法程序，不便透露调查进展，但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香港警方跨年夜发布了2021年警队年度大事回顾短片，用一系列数据展现香港社会由乱转治的良好局面。去年前10个月罪案率明显下跌，其中抢劫下跌57%，入室盗窃、纵火及伤人也下跌30%以上。值得一提的是，国安举报热线自推出以来，已收到21万条信息，让警方先后侦破多宗国安案件。视频还提醒市民，外部势力仍蠢蠢欲动，部分人企图继续利用软对抗煽惑他人做违法行為。警隊繼續加強反恐演習，並提升公眾反恐意識。我哋必須要居安思危，提防有人以假消息去誤導公眾，煽動仇恨情緒，甚至乎進行恐怖活動。警方亦都會專業執法，主動採取措施，以防範一切可能危害國家安全嘅違法行為。目的係希望保障市民生命同埋財產嘅安全。日前，香港警方國安處以涉嫌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對立場新聞多名現任及前任高層董事進行抓捕。警務處處長蕭澤頤周六表示，該案已進入司法程序，不便透露調查進展情況，但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不過咧，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咧，我哋警方嘅執法行動咧係依據法律係去執行嘅嚇，咁所有嘢咧都係根據法律去做，好嘛？會唔會仲有更多人被捕？呢個不排除有個咁嘅可能性。在香港國安法的震懾下，一些煽動亂港言論的獨媒體也開始自行了斷。據香港文匯報報道，在立場新聞宣布停止運作後，另外2家山報媒體 IBHK 網絡媒體和香港獨媒新聞在社交平台發文，稱將停止運作。IBHK 網絡媒體在2019年修例風波前後，製作和刊載不少山報節目和文章。而香港獨媒新聞則聲稱該台記者沒有記者證，只有普通口罩，妄稱要為香港人發聲，但實際上卻以黑暴分子的口徑報道新聞。實際上，這些煽動黑暴的媒體不僅嚴重擾亂香港社會安定，他們背後的黑色鏈條也令人觸目驚心。香港點新聞的評論文章指出，香港由黑暴動亂至今，立場新聞一直扮演着積極鼓動者的角色。即使在香港國安法生效後，立場新聞的鼓動文章卻繼續存在，包括刊登亂港分子羅冠聰、陳佩敏、許智峰等人的文章或專訪，顛倒是非黑白，肆意造謠，煽動暴力。去年5月，立場新聞更轉載了一篇文章，涉嫌煽動在香港進行抗爭活動，甚至提出孤狼式恐怖主義。香港輿論還注意到，立場新聞6100萬港元資產已被香港特區政府保安局依法凍結，香港警方國安處正繼續追查資金來源。據報道，這筆資金是香港警方國安處成立以來所辦案件中金額最多的一次。以信託基金營運的立場新聞宣稱以不牟利原則營運，經營模式是透過接受商業廣告及捐款支持。但值得注意的是，立場新聞於去年6月27日停止其會員贊助計劃，又停止接受新會員，儲備卻可應付9至12個月開支。數據顯示，立場新聞擁有約70名員工，保守估計其每月開支為200萬港幣。香港警方國安處高級警司李桂華就提出質疑，立場新聞大部分資產均以隱秘的方式存入，加上該公司已不收訂閱及贊助，也不多接廣告，為什麼立場新聞資金可以充裕到設立英國分社？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發文分析指出，去年4月，立場新聞在英國註冊成立一家擔保公司，地址只是聯絡地址而非辦公室，且該公司並無新聞業務。因此，立場新聞成立附屬公司或是借此開戶收受不明用途的款項。
如果在英国成立分社呢，无论是它汲取到收集海外的资金，还是各类的资源，都更加的方便，而且在海外的这个法律法规之内，中央政府很难直接这个管辖和干涉到。另外一方面呢，它可以在海外更方便地联合三股力量，那么一道来组成另一道反中乱港的国际性舆论战。这两种意图来看，在英国设立分社啊，其实已经蓄谋已久，而且非常有规划和筹谋。此外，立场新闻的海外董事方李伦是英国外交政策智囊亨利·杰克逊协会副研究员。该协会以反华鹰派美国民主党议员亨利·杰克逊的名字命名。2020年6月，美国时任国务卿蓬佩奥在该协会演讲，英国首相约翰逊则曾为该协会的2019年报告撰写前言。由这两件事可见，亨利·杰克逊协会获美英两国政府重视。该组织以慈善机构的名义注册，每年收入37.5万英镑。可能是这个境外或者国外的一些敌对势力，他们一直没有停止在香港寻找代理人来破坏香港正常的社会秩序。那么很可能立场新闻如此高调的行为早就已经被看中了，甚至说可能在立场新闻之前，在成立之前就已经被敌对势力所相中，那么才从事了后续的一系列的这些节目和操作。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香港警方抓捕了山报网络媒体立场新闻的几名高管，警务处长肖泽怡说，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您对此有何观察？梅西你好，香港警方逮捕立场新闻的几名高管，是涉嫌违反香港刑事罪行条例所规定的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之后香港警方公安处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冻结了立场新闻6100万港元的资产，是香港警方公安处成立以来冻结的最大一笔资金。警务处处长肖泽怡强调，警方是依法行事，主要指的就是这两个法律。立场新闻被查，涉嫌从2020年7月至2021年11月不断的刊登带煽动性的文章，试图引起社区仇恨，藐视香港特区政府，有一些内容甚至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请求外国制裁香港。那么为什么说不排除今后还会抓人？一是对立场新闻的违法查证才开始，几位高管被捕是因为掌握了涉嫌违法的证据。那么随着调查的深入，不排除还有人员有违法行径。立场新闻有70多名员工。另外香港警方公安处在追查立场新闻资金来源，那么有可能涉嫌输送乱港黑金，与国外反华机构串谋，这些问题调查深入，那么可同样不排除会抓更多的犯罪分子。二是与立场新闻相关的这些其他山报媒体也可能遭到警方的调查，那么不排除有更多的人被捕。香港警方逮捕立场新闻的几位高管之后，美西方一些人士抨击有违言论自由，您如何回击呢？美西方一些政客是逢中必反，尤其是包括美英在内的五眼联盟，根本就是把香港作为限制中国发展的地方，要通过政治乱港、舆论乱港来制约中国。他们胡说八道起来是毫不顾及事实和法律的。他们在胡言乱语，我们可不能让他们来混淆视听，颠倒是非，得来给他们普及一下法律常识。根据联合国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和第20条，表达自由和煽动仇恨之间是有明确的界限。换句话说言论自由不能够滥用，是有限度的、有限制的，否则就分不清楚表达自由和煽报自由。怎样来区分表达自由和煽动仇恨呢？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在2012年就发布了拉巴特行动计划，其中设置了6道门槛来鉴别表达自由与煽动仇恨，包括社会和政治背景、发布言论者的地位、煽动听众反对目标群体的意图、言论的内容和形式、传播的范围、造成危害的紧迫程度。
那么从这6项指标看呢，立场新闻的所作所为呢，就是煽动暴力和仇恨。它产生的背景呢是反中乱港，它呢是站在这个乱港煽暴立场上发言的。它向煽动民众反对特区政府破坏社会稳定。它发布的文章呢是带有明显的挑唆、教唆读者用极端方式和暴力行为来应对社会和政治问题。它的传播方式是依靠网络，流毒比较大。它造成的社会危害是紧迫而实际的，所鼓吹的独狼袭击、这个搅乱选举等等，都在香港呢发生了。所以说呢，查处立场新闻是为了阻止拉仇恨、减少暴力，维护多数港人的利益。我觉得呀，美西方的一些政客呢，该好好看看联合国的相关法律和执行细则，不要胡乱发言，否则呢就会很丢人，让人们觉得呢他们没有文化，不讲法治。好的，也谢谢陈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美国总统拜登将于当地时间周日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电话会谈。此前，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通话中，拜登警告，一旦乌克兰局势进一步恶化，俄罗斯将面临严重后果。普京立即回应称，如果西方国家施加所谓前所未有的制裁，可能导致双边关系彻底崩溃。随着正式迈入2022年，俄美仍有老问题要解决。当地时间周四下午，美国总统拜登在特拉华州寓所内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此次通话由普京提出，是两人1个月内第2次对话，历时约50分钟，继续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拜登在通话中提出2条路，一条是降低紧张局势的外交途径，另一条则是更侧重于威慑的途径。拜登重申，俄罗斯若入侵乌克兰，美国与盟友及伙伴会果断回应。Our presence in Europe with our NATO allies, and it will be a heavy price to pay for it. 美方官员透露，制裁措施包括经济制裁、提供乌克兰军事援助以及调整北约军事部署。对此，普京警告，若美方大规模制裁俄方，可能使俄美关系彻底破裂。有分析指出，乌克兰问题已经成为俄美的矛盾集中点。俄罗斯借乌克兰问题调动西方国家，让其认真考虑俄方诉求，而美方也通过强硬姿态展示它仍是西方世界领袖。要显示出原则性的绝不后退的这样的立场，实际上是这个试探对方的这个底牌。同时还有一个目的是为这个即将召开的这些一系列会谈。就奠定基调。事实上，除了针锋相对，整体看来，双方都对这次通话比较满意。白宫官员表示，两人的对话基调是严肃且具有实质性的。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则表示，除表达立场外，普京还在对话中阐述了俄方提交的安全协议草案基本原则。两国领导人的对话非常务实和具体，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对话。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披露，双方在会谈中还涉及核战争。两国领导人重申了核战争打不赢也绝不能打的主张。分析认为，在目前这个阶段，俄美会谈很难取得实质突破和成果，双方只是向对方及外界亮明立场，再去试探可以妥协的空间。上个月初，俄罗斯分别向美国和北约提交了安全保障协议草案，要求北约不再东扩，尤其不接受乌克兰加入北约，要求北约不在1997年5月后加入北约的国家部署部队和武器等。预计在未来的对话中，双方将就草案内容展开博弈。其实更可能的是，这个美国在某些方面部分的，而且以一种这个非公开的形式接受俄罗斯方面的条件。美国可能会采取向乌克兰、向泽连斯基政府施压的方式，迫使这乌克兰政府军减少对这个乌克兰的这个东部的亲俄罗斯的这个武装的这个打击。但是呢，在这个未来北约的东扩，包括这个向乌克兰的军援等方面，这个不太可能接受俄罗斯的这个要价。本月10日至13日，俄罗斯将分别与美国、北约以及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就相关草案举行会谈。而本次俄美电话会也被认为是2022年美俄一系列外交接触的前奏。进入2022年，俄美关系能否走出死胡同？对此，有分析指出，尽管近年来俄美关系不断恶化，但在美国将对外战略的重点向亚太调整的背景下，美国为缓解来自欧洲方向的压力，存在与俄罗斯缓和关系的意愿。
但同时，美国2022年将举行国会中期选举，若拜登所在的民主党政府对俄罗斯过于软弱，将面临共和党的猛烈抨击。因此，美国短期内难以对俄做出大幅让步。此外，由于双方长期缺乏战略互信，俄美关系想要真正获得改善，仍将面临不少困难。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会谈，包括说可能还有这个欧安组织框架下的这个会谈，其实上都是从属于俄美会谈的。美国和俄罗斯之间最重要的一个结构性的分歧，就是美国以及主导的北约要在这个后苏联空间，这个扩展势力。而在俄罗斯方面呢，它是把这个后苏联空间视为自己的近邻，视为自己重要的一个势力范围。它是这个不愿意看到这些国家倒向西方，加入北约。